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，很多人听了会脸红，但关起门来，这却是无数老夫老妻不得不面对的房中事。大家先听完我讲的这个医案，保证你要吓出一身冷汗。当时我在佛罗里达的诊所坐诊，那天天气非常热，就在这时候，诊所进来一位老病人，我们叫他老张吧。老张今年70岁了，平时身体那叫一个硬朗，说话中气十足，走路带风。可那天他一进门，我眉头立马就皱起来了。他当时是个什么状态？那是佛罗里达的大夏天，大家都恨不得不穿衣服。他倒好，脖子上紧紧围着一条厚厚的丝巾，裹得严严实实。他的脸色煞白，一点血色都没有，眼神是涣散的，走路更奇怪，一脚深一脚浅，就像踩在棉花堆里一样摇摇晃晃。旁边搀着他的是他刚娶不久的太太，50多岁，保养得挺好，但这会儿也是一脸焦急，汗都把妆给弄花了。老张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，气都喘不匀，抓着我的手就说：尼斯，我完了，我是不是中风了？我早上起来就天旋地转，刚才在停车场差点一头栽在地上，现在眼前还是金星乱冒啊！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确实像中风的前兆，眩晕、肢体麻木、事无不清。但我仔细看他的面相，气血虽然上涌，但那种神还在。我伸手去摸他的脉，这一摸，脉象浮而大，但是那是虚大，里面是空的，典型的气血逆乱。我想看看他颈动脉跳动的情况，毕竟如果是中风，脖子上的血管往往有异常。我就指着他脖子说：老张，这大热天的，把你的丝巾解开，我要检查一下。可老张平时大大咧咧一个人，这会儿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支支吾吾地说：哎呀，尼斯，这里不用看了吧。旁边他太太看不下去了，一把扯下他的丝巾，带着哭腔喊：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怕丢人？这一扯不要紧，丝巾一拿下来，只见老张右边脖子上赫然印着一个紫黑色的吻痕，那颜色深得吓人，紫得发黑，一看就是用了大力气吸吮出来的。我看明白了，当时就对他说：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你们这是在清热吗？你这叫颈动脉窦性晕厥，你这条老命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再加上你血管里那些几十年的老斑块，要是被这一口给吸脱落了，直接冲进脑子里，堵住哪根血管，你现在躺在这的就是一具尸体了。这就是现在的悲剧。很多人以为老了就能随心所欲，以为老夫聊发少年狂是浪漫，错，那是无知。有些地方年轻时那是情趣开关，老了那就是阎王爷画的红线。我们管脖子叫什么？叫猪羊之会。你看杀猪杀羊是不是都从脖子下刀？因为这是连接头和身的唯一通道。脖子那里跳动的地方就是足阳明胃经的人迎穴。黄帝内经里讲，人迎肾坚者伤于寒，这里是胃经气血通往头部的必经之路。胃是多气多血之脏，你年轻的时候那是橡胶管，充满弹性，捏一下它就弹回来了，气血过去了也就过去了。但你老了呢？各位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你们平时吃了多少甜食，吃了多少油腻的肉，你们的血早就变得像猪油一样粘稠，你们的血管早就硬化的像玻璃管一样脆，里面还挂满了斑块，就像那下水道管壁上的陈年老垢。这个时候你在人迎穴上狠狠吸一口，或者用力按一下，会发生什么？血管壁上那些挂了几十年的斑块本来就摇摇欲坠，被你这负压一吸，啪嗒一下掉下来了。这块掉下来的东西顺着血流往上冲，直接冲进脑子里的微血管，就像石头堵住了下水道，你的大脑会瞬间断电。后果是什么？轻则嘴歪眼斜，半身不遂，流着口水过下半身；重则就像刚才说的，心跳骤停，直接去见祖宗。这就是中医讲的气血逆乱，脖子这个通道被你人为的搞乱了，阴阳一离绝，人就没了。所以我不管你们以前多浪漫，只要你过了50岁，脖子正面这个大血管的位置就是绝对的禁区。要清，你去清面部，甚至你转过去清后背都行，唯独这里只能轻抚，绝对不能用力吸吮按压，这不是开玩笑，这是保命的底线。老张被我骂醒了，但也吓傻了，他这个案子太典型了。今天我就要借着老张这个差点送命的吻，给全天下的老年夫妻提个醒。
我们不讲那些听不懂的医学名词，我就用大白话告诉你，除了颈部，你身上还有哪些部位，老了之后绝对碰不得。先来讲最容易出事的2个地方，一个是心脏，一个是膝盖。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我在床上出点汗怎么了？那是运动，那是排毒。糊涂，在中医里，汗是什么？《黄帝内经》讲得清清楚楚，汗为心之液，汗血同源啊。你流出去的每一滴汗，那都是你心血的浓缩。年轻人气血足，出汗那是散热。老年人呢，你的心气本来就虚，心阳本来就弱，在行房这种剧烈运动下，如果你大汗淋漓，那就是在漏油。有的老人家正起劲呢，突然一身大汗出来，像水洗一样，紧接着脸色惨白，手脚冰凉，气喘不上来，这叫气水液脱。你的心气随着汗水全跑光了，心脏这个引擎没了动力，瞬间熄火。这就是民间说的马上风，死在床上的大多是这一种。如果你在办事的时候觉得胸口闷，像压了块大石头，或者牙齿疼、肩膀疼，记住了，立马停下来，别逞强，别觉得停下来丢面子，那是你的心脏在求救。主人，我不行了，再搞我就要炸了。老年人行房讲究为汗机制，身上有一层薄薄的汗，那是通气，如果汗流浃背，那就是漏命。讲完心脏，还有一个地方最容易废，那就是膝盖。很多老夫老妻想玩点花样，学人家年轻人的姿势，什么跪姿啊，什么高难度的屈伸啊，结果呢，只听见咔嚓一声，紧接着就是嚎叫。为什么？中医讲肾主骨，人老了，肾气衰了，骨头就脆了。你们的膝盖就像那生锈的门轴，里面的半月板早就磨得像纸一样薄，甚至干脆钙化了。年轻人的膝盖是橡胶做的，跪一下没事，你的膝盖是粉笔做的。你在硬床板上猛地一跪，全身重量压上去，再加上运动时的扭转力，那脆弱的半月板瞬间就能撕裂，或者是骨刺直接扎进肉里。半月板一旦撕裂，那个痛是钻心的，而且老年人恢复能力差，这一下可能就是终身残疾，以后上厕所都蹲不下去，后半辈子只能坐轮椅。我告诫大家，别学电影里那些花里胡哨的姿势，老年人行房姿势越平稳越好，支撑面积越大越好，能躺着别跪着，能侧着别扭着，千万别为了那几分钟的新鲜感，把后半辈子的路给走绝了。认清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保护好你的身体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好，心脏怕漏油，膝盖怕折断，但还有个地方是无数老头子心里永远的痛，那就是腰。很多老病人跟我偷偷抱怨，尼斯那个办事的时候稍微一用力，这腰就像断了一样，好几天爬不起来，这是咋回事？这不仅仅是骨头脆的问题，这是咱们中医里的一条大经络带脉出了问题。人身上有12正经，有7经8脉，大部分都是纵向走的，从头到脚或者从脚到头，唯独有一条经络它是横着走的，像一条皮带一样绕着你的腰围了一圈，这条经络就叫带脉。这带脉是干什么的？顾名思义，它就是束缚带。它的作用是把全身上下纵向的经络，比如肾经、脾经、肝经给束缚住，不让气血乱跑，把五脏六腑给兜住，不让他们下垂。你看那些大腹便便、肚子大得像怀孕一样的老人家，那就是带脉松了，兜不住了。老年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是肾气虚。中医讲腰为肾之府，肾气一虚，带脉这条皮带就松弛了，像一根用了几十年的橡皮筋，没弹性了。这时候如果你在行房，特别是如果姿势不对或者用力过猛，你想想看，这根本来就松松垮垮的橡皮筋突然被你猛地一拉一扯，崩，轻则闪了腰，气血瞬间阻滞在腰部，上下不通，疼得你冷汗直流；重则椎间盘突出，骨头错位，压迫神经，你可能当时就瘫在床上下不来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折腰。一旦折了腰，你的肾气更是大伤，命门之火瞬间就暗淡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怕伤腰就不做了？当然不是，只要懂得借力，懂得物理学，这事照样能做，而且更安全。我今天教你们一招，不需要吃药，只需要一个道具，枕头。在行房的时候，老人家特别是女性，要在臀部和腰部下面
垫一个厚一点的软枕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里面有深刻的医理。垫高之后，腰椎的曲度变平了，原本受力最大的腰椎截断，压力瞬间减轻，这就相当于给了那根脆弱的带脉一个托举的力量，不让它崩断。老年人行房讲究的是温存，不是冲刺。垫个枕头，角度变了，更省力了。你要知道，老年人的每一分力气都是元气，你省一度力就是多保一分命。屁股垫高了，下半身的血更容易回流到心脏和大脑，这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预防脑缺血。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以前不用这玩意儿，现在用多丢人啊，显得我不行了。糊涂，这不是不行，这是智慧。这就好比你腿脚不好了要拄拐杖，眼睛花了要戴老花镜，你腰不行了垫个枕头，那是顺应天道。别为了那点所谓的面子去玩那些高难度的动作，平平稳稳安安全全的把事儿办了，既享受了快乐又护住了老腰，这才是真正的老当益壮。很多老人家前面都挺过来了，没晕过去，腰也没断，结果呢就在完事后那几分钟觉得身心舒畅了，警惕性没了，人却倒下了。诸位要明白，一个医理房事是人体最大的一场能量释放。当你达到高潮的那一瞬间，还有完事后的那几分钟，你的身体处于一种什么状态？一、腠理大开，就是你的毛孔全部张开了，像城门大开一样。二、骨节松软，全身的肌肉和骨头都是酥的，防御力几乎为零。三、元气暂虚，刚才那一股劲儿泄出去了，新的气还没升上来，这是你正气最弱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外界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对你来说都是致命的毒箭。如果有以下这3种行为，那你真是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。第一境，立刻喝冷水吹空调，这是最常见的死法。老人家运动完一身大汗，觉得燥热难耐，这时候要是那个不懂事的老伴，或者你自己去冰箱里拿出一瓶冰水，咕咚咕咚灌下去，或者是把空调调到10几度，对着风口猛吹，这就完了。你的血管刚刚还在极度扩张，这一桶冰水浇下去，或者是冷风一吹，血管瞬间剧烈收缩，这股巨大的反弹压力直接撞向心脏，原本就跳得快的心脏瞬间痉挛停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是在喝完水的那一刻捂着胸口倒下的。记住了，完事后只能喝温水，哪怕热得要死，也要先把汗擦干，盖好被子，等心跳平稳了再起床。第二境，马上起床小便。年轻人无所谓，想尿就尿，老年人不行。中医讲肾湿二便，你刚才泄了精，肾气正处于一个暂时的真空期，这时候如果你急急忙忙跳下床去厕所，还得站着尿，气本来就虚，这一尿气又随着尿液走了一部分，猛地一站起来，血都还在下半身，供不上脑子。很多悲剧就是这么发生的。老头子光了身子去厕所，尿到一半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哐当一头栽在瓷砖上，把头磕破了是小事，要是引发脑出血，那就回不来了。正确做法，完事后必须在床上躺至少5到10分钟，做几个深呼吸，把气引回丹田，等那股劲儿缓过来了，再慢慢起身去厕所，最好是坐着尿，别逞强站着。第三境，滥用壮阳药的回光返照，这一点我必须痛骂。很多老头为了在老伴面前逞能，或者为了追求那点快感，偷偷吃那些蓝色的、红色的小药丸，那是毒药啊，那是杀鸡取卵。你的心脏本来最高时速只能跑60码，你吃那个药是强行给引擎喷了一管氮气，逼着它跑120码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些药会麻痹你的神经，你明明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心脏已经快爆缸了，但药力让你感觉不到累。等你感觉累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是心力衰竭的时候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老人在床上很猛，完事后直接睡死过去，再也醒不过来了，那是彻底的油尽灯枯。千万别为了那几秒钟的快感，把最后一点养老的本钱都赔进去。好，危险都避开了，那我们得讲讲怎么治本。既然知道了血管硬化是罪魁祸首，那怎么软化？怎么把那个玻璃管变回橡胶管？不去打针，不吃西药，能不能把它洗干净？我给各位开个方子，便宜得很，去中药店抓几把，可能连几10块钱都不到，但这杯茶
是你血管的洗洁精，这就叫通管三位饮。哪三位？听仔细了。第一位，山楂5到10片。去药房买那种干的山楂片，这山楂是干什么的？大家炖肉的时候都知道，肉煮不烂，丢几颗山楂进去，肉一会儿就烂了。在中医里，山楂就是消肉积、化淤血的神器，它就像是血管里的铲雪车，又像是你洗碗用的洗洁精，它能把那些粘在血管壁上陈年的油垢和斑块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、刮下来。第二位，决明子1小把。光把油刮下来还不行，刮下来它还在血管里飘着呢，如果不排出去还会堵在别的地方，这时候就要用到决明子。决明子这东西清肝明目，最重要的是它能润肠通便，它就像是下水道的冲水按钮，它能把你刮下来的那些脏东西裹挟着通过大便排出去。你会发现喝了这茶，大便可能会变得稍微有点黑，有点油，恭喜你，那是你血管里的垃圾排出来了。第三位，黄芪3到5片。前2位是做清洁的，这第3位是提供动力的。很多老人血管堵是因为气虚，气推不动血，血流慢了就沉淀成垢。中医讲气行则血行，黄芪是补气之王，加了黄芪就是给你的血液系统加了一个泵，让血液流动的速度加快，有了冲击力，才能配合山楂把那些顽固的斑块给冲刷下来。怎么喝？很简单，冲泡，直接放在保温杯里，用滚开的水冲进去，焖个20分钟，每天当茶水喝，喝淡了再换新的。你坚持喝3个月，3个月后你去医院查查你的血脂，去摸摸你的脉，你会发现原本硬邦邦跳得像砸墙一样的脉象变柔和了，你会发现头不晕了，走路腿脚有劲了，眼前也不冒金星了，这就叫治胃病。你把地雷排掉了，血管通畅了，软化了，这时候你再跟你家老伴去亲热，那才叫安全。哪怕不小心碰到了脖子，也不至于一碰就炸，因为你的血管有弹性了。虽然我们把血管通了，把雷排了，但人算不如天算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哪天晚上你的老伴突然在床上怎么叫都不应，甚至嘴歪眼斜，流口水，身体抽搐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是吓得大哭大叫，还是拼命摇晃他，或者是赶紧把他背起来往车上塞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这么做了，那你就是在亲手把他送进鬼门关。记住，中风发生的那一瞬间，大脑里的血管可能刚刚破裂，或者刚刚堵住，这时候的每一秒都是在跟阎王爷拔河。我教你一套中风急救法，只需要家里的一根针。当你发现老伴不对劲了，第一反应必须是冷静，千万别去摇晃他。很多老太太一看老头子晕了，哭着喊：老头子你怎么啦？一边喊一边拼命摇，这就完了。如果他脑子里有血管破了，正在渗血，你这一摇，那个破口就撕得更大，出血量瞬间加大。本来可能只是轻微脑溢血，被你一摇变成了大面积脑出血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千万别急着搬动，别急着把他扶起来坐着，更别急着背下楼，让他平躺在床上或者地板上，把他的头轻轻偏向一侧，这是为了防止他呕吐，呕吐物堵住气管把他呛死。然后解开他的领口、裤腰带，让他呼吸通畅。做完第一步，赶紧找东西。找什么？找针，家里的缝衣针就行，实在没有别针，大头针也凑合。如果有条件，用火烧一下消毒，没时间烧了直接上。这一招叫十宣放血，这是中医急救的核武器，是能让中风不留后遗症的关键。操作方法：抓起他的手，对着10个手指头的指尖，指甲往下一点点的指肚位置，挨个扎进去。扎完立刻用手挤，每个指头都要挤出1-2滴血来。挤出来的血如果是黑的，那就挤到变红为止。很多人问：尼斯，脑子出血，你扎手指头干嘛？手指头是经络的末梢，是井穴所在，你在这里开个口子放血，全身的气血压力有了宣泄口，脑子里的压力瞬间就降下来了。奇迹往往就在这时候发生。很多昏迷的病人10个指头还没扎完，或者血刚挤出来，人就长叹一口气，醒过来了。只要醒过来，这条命就保住了一大半。如果扎完10个手指头，人还没醒，怎么办？别慌，
接着扎耳垂，在2个耳垂上各扎2针，挤出2滴血，这能通脑窍。做完这2步放血，再去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为什么要先放血再打电话？因为救护车来这里可能要10分钟、20分钟，但这黄金5分钟，如果你错过了，就算送到医院，最好的结果也是个植物人或者是半身不遂。而你在这几分钟里，用1根针帮他泄了压，保住了脑组织，没有被高压压坏，哪怕到了医院，恢复起来也快得多，甚至能不留后遗症，照样能走路，能说话。这也就是几滴血的事儿，换回来的是一条命和晚年的尊严。所以各位听我一句劝，不管是床头柜里还是随身的钱包里，哪怕不去买专业的放血针，也要备一根消毒过的缝衣针。关键时刻它比存折里的几百万都值钱。前面的内容又是排雷又是放血，可能把有些人听怕了。有人可能在心里犯嘀咕，尼斯，既然这么危险，那我们要不干脆封刀算了，当个和尚清心寡欲，是不是就能长命百岁？错，我告诉你们，只要你不是出家修行的僧人，强行禁欲有时候比纵欲还伤身。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欲望是生命的燃料。如果一个90岁的老头早上起来还能有那方面的想法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心阳足，说明他的肾阳旺，说明他命门的那把火还在烧，这是长寿的征兆。如果把你比作一棵树，欲望就是树根下的水分，你彻底断了水，这棵树很快就枯死了，变成了朽木。所以老年人不需要完全禁欲，那叫压抑，会导致气机郁结，反而生出怪病。关键在于2个字，有度。虽然可以做，但既然年纪大了，就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有些时间点是绝对的禁区。古人总结的5禁，我给你们揉碎的讲。第一禁，雷雨大风天，外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能行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时候天地之间的气机是剧烈震荡的，人体是个小宇宙，外面乱，你里面也跟着乱。这时候行房，你的神魂是不稳的，极易导致气脱，就是老百姓说的丢了魂。甚至有人在这种天气办事后，第2天起来精神恍惚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第2禁，大怒大悲后，刚跟老伴吵完架，气得半死，或者刚哭过，这时候气血是逆行的。很多老夫老妻想着用床头吵架床尾和来解决问题，年轻人可以，老年人不行。带着怒气行房，那是往油锅里泼冷水，瞬间炸锅，肝火一动，血压飙升，最容易引发脑溢血。记住了，心情不爽绝对不上床。第3禁，大醉大饱后，喝得烂醉或者吃得撑得要死，这时候气血都在脾胃忙着消化解毒呢，你强行把气血调到下半身去，脾胃就瘫痪了。而且醉酒后入房，中医叫入房损肾，那是双倍的消耗。你以为酒能助兴，其实酒是在透支你的肾精。第4禁，大病初愈后，刚生完一场病，或者刚做完手术，身体看着好了，其实理智还是虚的，这时候最忌讳行房。一旦泄了精，那是釜底抽薪，病情立马反弹，甚至比以前更重。第5禁，长途跋涉后，刚旅游回来，或者刚干完重活，累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，这时候你需要的是睡觉，不是房事，这叫劳则气耗，再行房就是竭泽而渔。还有很多信佛的老人家问我，尼斯，我信佛了，是不是就不能碰老婆了？是不是碰了就不清净呢？糊涂，别把佛法学歪了。夫妻和睦是社会稳定的基石，正因你是为了维系感情，为了阴阳调和，怀着爱意和尊重去进行，这就是伦理，这就是顺道。这种行为不损福报，反而是积福，因为家庭和睦了，老伴开心了，你也开心了，这就是最好的风水。但是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，有些老头手里有2钱，就去外面找年轻的搞婚外情，去洗脚房乱搞，这叫邪淫。这种事是伴随着恐惧、刺激和内疚的，这种心理状态极度消耗肾精，你是在透支你的棺材本。而且邪淫最损阴德，你这把年纪了，不去积德给子孙，还在外面造业，这报应来得比谁都快。诸位，年轻人的性
是火，来得快，去得快，追求的是爆发，是那一瞬间的快感。老年人的性应该是水要慢，要柔，要长流，要把泄欲变成养生，把消耗变成互补。具体怎么做？要从前戏，轻冲刺，多拥抱，多抚摸，多说说话。老年人的皮肤虽然皱了，但触觉还在。这种大面积的抚摸能生发阳气，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。以神交为主，有时候两个人赤诚相见，抱在一起睡一觉，那种心意相通的感觉，比单纯的活塞运动更滋养身心。事后要养，别像年轻人一样，完事了倒头就睡，或者去抽烟。老夫老妻了，完事后互相擦擦汗，盖好被子，聊聊家常，这种温存才是最好的补药。记住一句话，老年人的房事不是为了证明你还行，而是为了确认我们还活着，确认我们还爱着，确认在这个冷冰冰的世界里，还有个人愿意和我肌肤相亲，陪我走到最后。这才是房中术的最高境界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听了后面忘了前面。我在最后啰嗦一遍，给你们做一个重点复盘。这一遍不仅要听进耳朵里，更要刻在骨头上。关于脖子，记住那个叫人迎穴的地方，它在喉结旁跳动处，那里是地雷区。无论多激情，绝对不能用力吸吮按压，那是通往阎王殿的快捷键，别去按。关于身体，心脏是引擎，怕大汗淋漏心血；膝盖是悬挂，怕跪姿硬顶费半月板。老年人办事要为汉济子，要姿势平稳，别去挑战那些年轻人的高难度。关于老腰，别逞强，办事的时候在腰下垫个枕头，这不是为了花样，这是为了保护你那根松弛的带脉，更是为了省下那点宝贵的元气。关于事后，完事后的3分钟，不喝冷水，不吹冷风，不急着小便，躺着深呼吸，让气回流，别死在最后那一口气上。关于急救，床头或者是钱包里永远备一根消毒针，一旦老伴倒下，别摇晃，别搬动，第一时间抓起手指头，十宣放血，挤出那几滴黑血，那是你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时间。讲完了医理，最后我想跟各位聊聊命理。我看了一辈子病，算了一辈子命，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有些人天天吃补药，住着依山傍水的豪宅，请了最高级的风水师调理，可身体还是像纸糊的一样，这儿疼那儿病，甚至还要遭横祸。有些人粗茶淡饭，住在陋室里，也没钱吃什么燕窝人参，可人家就是红光满面，活到90岁还笑呵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风水养人，但人也养风水。而最好的风水不在房子里，在你的心里。中医讲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。这个正气不仅仅是免疫力，更是你心里的浩然之气，是你的善念。如果你心里整天装着算计、嫉妒、怨恨、恐惧，比如去搞婚外情的那种恐惧，你的5脏6腑就是扭曲的。你一恨，心火就烧；你一忧，肺气就结；你一怒，肝气就横。在这种内耗下，你吃再多的补药都是在漏气，都是白搭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心存善念，慈悲为怀，你看着老伴，心里是感恩，感恩他陪你走了大半辈子；你看着儿女，心里是祝福而不是控制；你看着路人，心里是宽容。这时候你的气机是顺畅的，你的经络是通达的。这种和气就是人体最强的阳气，阳气足了，阴邪自然就靠不了近。所以想要房事安全，想要晚年幸福，除了那些技巧，更重要的是修这颗心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坦坦荡荡，心安理得，这才是长寿的终极秘诀。诸位，最后我有个请求，请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哪怕一句善言。语言是有力量的，文字是有能量的。当你打出健康、平安、感恩这些字眼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向宇宙发射一种正向的频率。这个频率首先会回馈到你自己身上，护持你的身心。你可以写愿我和老伴身体健康，白头偕老。你可以写愿天下老人都能避开病痛，安享晚年。哪怕只是简单的2个字，接福。让我们把这个评论区
变成一个巨大的正能量磁场，每一个进来看的人都能被这份善意所加持，都能带走一份好运气。医者仁心，愿我的这番话能像一剂良药，不仅治好你的身，更能暖了你的心。我们下期见。